长相思主演演技被打分，杨紫和谭健次得分最高，带路娃最低。暑期档王炸电视剧《长相思》爆火，登陆各大榜单榜首，持续10多天的热度居高不下。电视剧刚开播的时候，杨紫的妆造被热议，随着剧情的推进，杨紫贡献了爆发力很强的哭戏，折服了观众。杨紫国民度很高，她演技也是很棒。剧中杨紫饰演文小六和小妖，其实是同一个人，不仅有男装造型，更有王姬的造型，也是变化多端，给观众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杨紫靠的是演技，不是美貌，所以她也很少营销美貌。小妖和4名男子的感情戏也是该剧最大的看点，分别饰演枪玄、涂山璟、香柳和赤水风龙的演员演技也被网友打分，看来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剧中枪玄和赤水风龙的妆造变化不是很大，香柳偶尔有战损妆，而剧中最苦的角色是涂山璟，僵尸妆也是很吓人，特别满身的疤痕吓退防风异应。枪玄第一个出场，接着是香柳，然后是涂山璟和赤水风龙等。目前观众也给剧中主演的演技打分，杨紫和谭健次的演技获得相同的9.8分，其次邓为9.7分，张晚意和王弘毅9.1分，带路娃最低才6.1分。这个打分可能不完全是看演技，更多是评价演员赋予角色的魅力，特别有点反派人设的带路娃被打6.1分，虽然及格，但好像也差不多。带路娃饰演的是阿念，刁蛮任性的王姬，不是很讨喜，满身的公主病，很令人讨厌。杨紫的表演代入感很强，虽然前期文小六的妆造不是很讨喜，但演技还是给力，至少让原著粉满意。杨紫不是第一次出演古偶，她的表演还是很到位，甚至有点惊喜，情绪饱满，转换自然，没有尬演。谭健次饰演的香柳，也就是防风贝，她的表演也是很自然到位，充分呈现出角色的个人魅力，特别颜值很高，被网友刷屏，到处都是她的帅照，的确比女主角还漂亮。当然，谭健次不是耍帅，他的演技在线，很多场亲密戏表现得很自然贴切，没有尴尬。张晚意饰演的是高贵的枪玄，他可能因为角色的人设，演技给人高冷的感觉，表情转换不是很自然，有点端着。张晚意笑起来的时候有点可爱，但这种可爱的笑意保持很短，眼神戏其实也很到位。他有点嫉妒小妖对涂山璟的好，充满醋意，演技还是不错。邓为的演技要次于谭健次，他给人的感觉有点手足无措，特别面部表情不自然，很僵硬，和小妖的亲热戏也不是很自然，表现得蹑手蹑脚，感觉不是很爱小妖，缺少点激情。可能他的人设和小妖有差距，行事谨慎和稳重，所以在小妖面前感觉爱得很卑微。邓为演技被打9.7分，感觉这个分数高了，他演技不如张晚意，和谭健次差距更大。王弘毅饰演赤水风龙出场很晚，目前看不出情绪变化，但没有违和感，还是很不错。后期可能和小妖有对手戏，目前表现还不错。长相思4个角色杀进热度剧集角色前20名榜单，杨紫饰演的小妖和安乐传的任安乐几乎是轮换上榜，之前一直是小妖登顶，其实安乐传热度不是很高，但还是能够占据前3名。涂山璟位居第8名，枪玄位居第10名，能够进入前10都很不错。香柳第12名，可能因为戏份的原因，后期出场不是很多，但和小妖都是亲密戏份。安乐传只有3名角色上榜，莲花楼也是4名角色上榜，热度这么高，饰演角色的演员应该都出圈了。长相思杨紫、邓为、张晚意和谭健次妥妥的再次爆火，热度爆棚。杨紫、张晚意长相思首播破3万，网友直呼演技在线。7月24日，由杨紫、张晚意领衔主演，改编自网文大神桐华同名小说的古装神话剧《长相思》正式开播。这部剧作为2023年的多部重磅古装剧之一，自开机以来就备受期待。第1天播出后，剧集相关的热搜词条便占领微博热搜榜。打开新浪微博一看，长相思相关话题讨论数已经突破27000，刷新了2023年剧集开播日的热搜记录。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更新的第2天，《长相思》的热度值竟然达到了3万加，再次打破自身创下的热搜纪录，成为今年开播最快破3万热度的古装剧。如此高涨的热度显示出观众对这部剧的热情与关注，也预示着《长相思》有望成为今年夏季档的热门剧作。对于《长相思》能取得如此好的开局，究竟是何原因呢？01选材大胆新颖，原著小说质量上乘。《长相思》改编自同名奇幻小说，讲述上古时期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女主角小妖是流落凡间的天女，在人间历尽艰辛，却也收获了友情与爱情。这样新颖的奇幻题材在古装剧中比较少见，搭配卖座作家桐华的精彩笔法，原著小说就已颇受读者喜爱，这为剧集积累了一定人气。02剧组班底强大，制作用心。为完美呈现原著中的场景，剧组耗时1年，在外景地搭建了古代部落清水镇，场景之宏大精美，令人眼前一亮。再加上道具、服装、特效等制作考究，显然剧组下足了功夫，这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03选角契合，演技在线。杨紫的古装扮相甜美动人，和小妖这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角色刚刚好。张晚意、邓为、谭健次3位男主演也各有特色，成功演绎了书中3位迥异个性的男主角，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为剧集提升了品质。经过首播，不少网友和原著读者都给出了好评，还原度高，美若画中景。杨紫的古装美貌令人窒息，剧情紧凑精彩，桐华亲自改编，保证质量，看得根本停不下来。男主们都好帅，演技也很到位，完全被吸引住了。可见诸多因素使这部剧开播后就受到观众追捧，取得了关键的第1步成功。当然，热度归热度，《长相思》能否继续保持势头，还要看后续的剧情走向。下面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第1周曝光的剧情。开篇通过省略手法交代了女主小妖和男主枪玄的身世和初识。两人本是上古仙界的神仙，因误会离别，流落人间大荒。剧组对两人的出身设定做了修改，并未展开描写，直接进入剧情主轴。紧接着镜头切换到数百年后，小妖流落大荒，为躲避追杀来到了清水镇，并假扮成男子文小六开始新生活。这时第2男主涂山璟因为遭哥哥迫害，也来到清水镇，小六将他收留并打理得当。首集主要描绘女主人生多舛的际遇和励志要保护重要之人的性格。2至4集集中描写了女主与涂山璟和香流两人关系的发展，3段感情线承上启下，互相呼应。涂山璟的出现让女主感受到久违的温暖，两人互救互助，却因为身份原因被迫分离。香柳的出现则丰富了故事线，冷酷高傲的她在女主身上找到了惊鸿一瞥的温暖，但立场不同，注定两人难以在一起。整体来说，《长相思》开播1周收获了良好反响，这主要得益于制作团队的用心以及演员们的付出。如果后续能保持稳定的质量，这部剧很可能成为今年的热门作品之一。我们也期待着这出雄竞修罗场能带给我们更多精彩感人的剧情。接下来，我们不妨单独对几位主角及演员做一番详细解析。杨紫这次挑战了一个古代仙女下凡的角色，气质与角色符合度高。她的五官精致可人，杨紫还特意增肥来饰演小妖丰腴的少女体态。值得一提的是，杨紫在反串男装部分也进行了特训，学会了男生说话走路时的习惯，让文小六的形象更加立体传神。此外，杨紫的眼神传递能力很强，她能通过眼神细微变化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悲喜。首周的剧情大多围绕小妖展开，杨紫表现出色，成功塑造出一个既坚韧热情又内敛深情的女子形象。而男主张晚意生了一张文质彬彬的书生脸，五官立体，肤白貌清，很符合人物设。他塑造的男主角枪玄性格内敛，常常一脸淡漠，但其实内心对女主情谊非常深厚。这种似近还远的状态加上疏离感，很难捉摸，张晚意把握得很好。这种反差萌的属性也让观众对枪玄何时才能认出小妖更加期待。不仅如此，这部剧的其他2位男主演的演技也可圈可点。03，恭喜肖战，
角色热度值再创佳绩，达成又一个新的历史记录。众所周知，玉骨遥在上映后，肖战饰演的角色石影的热度可谓是一直都在持续走高，不仅成为了鹅厂站内最快破5000万热度值角色，也成为了鹅厂站内历史首位破5000万的角色。而在这个让人瞩目的成绩上，肖战也在不断地刷新着自己所创造出的记录。哪怕是玉骨遥已然收官，肖战石影依旧在角色热度上再创佳绩，成为了鹅厂站内首个热度破6000万的角色。不得不说，不断超越自己，达成新的历史记录，这样惊人的一幕，也足以说明观众们对于肖战石影的那份喜爱了。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鹅厂站内角色热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不仅会权威地展现出观众们对于角色的关注度，也会将观众们对于角色的喜爱完整地呈现出来。而其他作品中的角色站内角色热度破个500万，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由此可见，热度直破6000万是有多么的惊人。当然，除了在角色热度上再创佳绩外，肖战石影的单人话题阅读量也是再次刷新了高度，获得了超过700亿的阅读量。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是肖战全网多维度全面领跑的又一个见证了。而肖战饰演的石影在全网有着如此高的热度，其实与肖战对演绎的执着与热爱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在饰演每一个角色上，肖战都会有着自己的创造力，他会用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去融入角色，感受角色，并带给观众们角色最真实，也是最活灵活现的一面。也正是他这样的执着，让每一位看过肖战影视剧的观众都对肖战所饰演的角色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诚然，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演员，肖战时至今日，肖战可以说是凭借着自己的真诚，在演艺事业上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肖战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们的喜爱，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记录。而不管是成为鹅厂首位破6000万的角色，还是单一平台单一话题阅读量突破700亿，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在前行的道路上，随着肖战的更多优秀作品上映，未来的他必然会在演艺道路上踏上一个新的顶峰。